那么强，为什么不能早点来？要是你们早点来，我的家人就都不会死了，都怪你们，是你们害死了他们。你这女子好没道理！我们为你厮杀，伤了数个兄弟，你倒怪我们！你的家人是蛮人杀的，我们替你报了仇！就怪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让马跑快点？为什么不替我的家人挡刀？若你们再拼一些，他们就不会死你们这些刽子手！将军，他刚遭遇如此惨案，哼，该死的蛮人，竟敢假扮我大玉少女！哼！将军为何突然出手？蛮族之人，不该杀。他的衣着打扮，咱们与蛮族血战多年，你还不懂他们的狡猾？这明显是细作乔装成幸存者。本将只恨下手太快，未来得及折磨。将军英明。我不过是个爱看男频爽文的普通读者。那天手滑点进一本女频书，里面全是种我弱我有理，你强你活该的奇葩逻辑。更离谱的是，一觉醒来，我居然穿越成了人国公府那个武艺高强却备受欺凌的真少爷。府上好心收留你，你竟敢冲撞你弟弟！北疆还缺个守边的，你滚吧！将军，是怀清李家的人，他们应是走私茶叶去蛮族，返程时被劫。私营茶商，谁准他们贩茶出关？陛下登基后说要与蛮族结友邦，以放开茶叶管控。如今是个人就能贩。蛮族年年南下劫掠，丧尽天良，还叫友邦？这女帝脑子里除了情情爱爱，装的是什么？将军，这里有个活口！爹！李少爷节哀，蛮人已被我们斩杀，仇已报了。你们是边军？是。任将军察觉蛮人动向，特来救援。你们是边军，却让蛮人在你们眼皮底下屠我全家！废物！你们这些废物！堂堂一国君主，就因为什么狗屁爱情，把保家卫国的7万边军给坑杀了？他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任天野，你竟敢辱骂陛下，你要造反不成？我任天野身为大隅边军，守卫边疆，忠君爱国，日月可见，怎会行叛逆之事？本将实在痛心。萧姑姑，您一生忠义，却错信了这狼子野心的蛮族细作。蛮夷果然歹毒。萧姑姑见你年幼重伤，心生怜悯，好心救治，你却恩将仇报，趁众人不备，下毒害死了萧姑姑与所有随行人员。不仅如此，你还放火烧毁车架，意图毁尸灭迹。幸亏本将巡逻至此，及时察觉，才没让你这恶徒逃脱法网。只是可惜了萧姑姑，对陛下忠心耿耿，却遭此毒手，本将实在痛心疾首。任天野，你连毁尸灭迹的手段都替本令想好了。姓任的，你有种就放过我！只要我不死，总有一天我要你血债血偿。30年河东，30年河西。英雄，好汉，只要你不杀我，我什么都答应你。金银财宝，高官厚禄，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杀了你这么多人，回头你到女帝面前告我，我还能有命花你的金银？不会的，不会的，我发誓，我绝不告诉任何人。今天的事我烂在肚子里，你相信我。要我相信你？行啊，拿一样东西来证明。什么东西？你说，我现在就给你。你的项上人头。都已经动手了，还有停下的道理？你当我是傻逼？7万赤峰军被坑杀，我们这支边军和赤峰军同守一城。听其调令，军中子弟大多和赤峰军有姻亲、同乡，甚至父子关系。赤峰军没了，那我们这些依附于赤峰军的边军
女帝会放过我。既如此，不如就反了。陛下，赤峰军7万将士尽数伏诛，此事已在北疆传开，军心浮动。老臣斗胆，请陛下即刻下旨犒赏边军，稳定军心，以防生变。哼，裴大人这是杞人忧天了吧？赤峰军谋逆伏法，那是罪有应得，其余边军老老实实守关便是。犒赏？凭什么？霍清月，你懂什么？北疆20万边军，赤峰军是主心骨，如今主心骨没了，其余边军岂能不人心惶惶？若不安抚，万一他们敢反，没了赤峰军撑腰，那群散兵游勇拿头反吗？他们若是敢反，杀了就是，多大点事？万万不可！杀了赤峰军已是动摇国本，若再将边军逼反，北疆防线谁来守？蛮族一旦南下，山河城破，京城危矣。是啊，裴爱卿多虑了，蛮族很快就不是敌人了。蛮族3皇子不日便要抵达京城，朕与他情投意合，已定下婚约。待我们成亲，大玉与蛮族就是姻亲之保，届时还要什么防线？陛下，蛮族年年南下劫掠，与我大玉血海深仇，他们岂会因一桩婚事就放下刀兵？这是与虎谋屁呀！裴敬之，你这是在质疑朕的眼光？老臣不敢，老臣只是为江山社稷担忧啊！担忧？朕看你是老糊涂了。那7万赤峰军，若不是林毅那老东西屡次阻挠朕的婚事，何至于此？朕的爱情比什么都重要。至于钱，国库里的银子要用来筹备朕的大婚，置办嫁妆，迎接3皇子，一分都不会拨给那些边军。他们若敢生事，杀无赦！陛下圣明，与蛮族联姻，从此天下太平。陛下圣明，恭喜陛下！将军，您可算回来了。任将军，出大事了！赤峰军7万人全被朝廷坑杀了，一个都没留，连伙夫也都死了。这是圣旨。将军，这意思是我们也要死啊！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这是我改过的，不过结果一样。赤峰军什么都没做，只是反对女帝和亲就死。我们同守一城，他会放过我们？那我们岂不是死定了？完了，全完了！是他身边出了小人，祸军心，自毁长城。与其等死，不如随我进京，清君侧，诛奸臣。对，清君侧，与其等死，不如拼了！清君侧，诛奸臣。随我去见张参将，准备边军。张参将呢？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肯见咱们？他作为军中参将，手掌兵符，这等危急时刻还躲在帐里干什么？诸位将军息怒，张将军他现在心情不好，只怕没有心思接见各位。心情不好？什么意思？是因为夫人不吃饭，和他生气，张将军一直闷闷不乐。张将军说，等夫人不生他的气了，自然会接见诸位。要不诸位将军先回去。回去！7万赤峰军被屠，女帝的大刀随时落在我们脖子上，你让我们回去等夫人消气？夫人不吃饭，饿得能死吗？我们再耽搁，全他妈得死！再去禀告，若还不见，我们就闯进去！诸位将军稍等，我将这就去禀告。滚出去！告诉外面那些将军，夫人生气了，连饭都不肯吃了。他若不吃饭，我的天都塌了！我他妈还有什么性处理军务？都给老子滚！这怎么办？真要硬闯吗？参将手握兵符，我们以下犯上硬闯的话，论罪当斩。张嘴夫人，闭嘴夫人，夫人是他妈呀！当初那女人随军出征，老子就该向上汇报，就不会留下这么个祸患了。任将军呢？让他劝劝参将，他毕竟有人国公府的背景。人呢？
外面发生什么了？怎么这么吵？是张将军派人来向夫人请罪了。哼，那个窝囊废！京鹏的墨轩斋出了新款首饰，我让他给我买，他居然说等秋后军饷下来，他就不会从那些当兵的身上再刮点下来吗？我又不是真的想要，只是要他一个态度，这点事都不愿做，还说什么爱我？没给我买来想要的，休想我给他好脸色！你们是谁？胆敢擅闯本夫人的营帐！英雄，有话好说。夫人还生气？不气了，妾身不生气了。这不是挺好哄？去把张将军叫来，就说夫人不生气了，让他过来。去了，要是敢多说一个字。是。夫人，你终于不生气了。夫君又不是说不买，只是最近克扣军饷多了点儿，再克扣下去，那些当兵的都要反了。任天野，原来是你在捣鬼。兵符在哪？苏姐，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说话呀！为什么骗我？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不是一直是宋焕？老子问你，兵符藏在哪里了？你跟我在一起，这是不得已，对不对？你心里一直有他，到现在心里还有他，是不是？知道。虽然得到了你的人，却始终没能得到你的心。你爱的从来都不是我，是宋万。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错付了，错付了！夫君，你不要抵抗了，还是把兵符交给任将军吧。你居然替一个外人说话！你怎么能替一个外人说话呀？难道我在你心里的位置，不仅连宋万那个怂包都不如，现在连个外人都不如了吗？夫君，从嫁给你那一刻起，妾身已是你的人，怎敢有二心？真的吗？老子是来要兵符的，不是来看你谈情说爱的。夫君，要是不说，老子今天就拿这个女人犒赏三军，让兄弟们排着队来。我交！兵符有我的亲兵把守的，你一会儿只需拿着我的腰牌去讨要，他们便会给你。这么轻易就能换到兵符？你在耍老子！我要验牌。没有，真的可以。夫人经常拿我兵符把玩，每次我都是让人拿腰牌去取，不让取我就鞭打他们，一来二去，他们也就不敢不给了。这不是张参将吗？张威残暴治军，克扣军饷，鞭打士卒，众将士苦其久矣。当今天子昏聩，身边小人聚集，有如此人，众将士请随我进京擒王，拨乱反正。再见大将军，请带领我等进京清君侧。再见大将军，请带领我等进京清君侧。大将军，咱们只有8000人，去攻打任何一座城池重镇，都是飞蛾扑火呀。放心，8000人有8000人的打法。本将军的目标是这儿，云集城。云集城，那可是富户极多、军资充裕之地，驻军也不过3万人，确实是个绝好的去处。而且，云集城的守将我了解，这一点我们得智取。好！命你们加急修建的堡垒，逾期1天了还没完成，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将军饶命啊！加急需要更多银两，可军库里实在没钱了。没钱？没钱不会从你们军饷里扣，没钱是因为你们不努力。你们不努力不进步是怎么进步？本将军不进步，陛下怎么看得到？答应过臣的，
只要臣能将这云锦城守固若金囊，你就与臣回到京城，陪在你身旁。臣这些年来兢兢业业，这云锦城在臣的治理下已可抵100万雄兵。陛下，你也该让臣回去了吧？陛下，臣想你了。将军，陛下派人来送圣旨了。什么？传旨是何等大事？非内奸，陛下竟然无此殊荣！你不过是被陛下舍弃的男宠，凭什么能代陛下传旨？陛下都没有给我这样的殊荣，凭什么会给你啊？你哪里比我强了？有什么不可能？难道我这宣旨的仪仗队有假？难道我手中这圣旨是伪造的？实话告诉你吧，陛下和我的关系牵着的，远不是你能比的。你撒谎！陛下明明不喜欢你，陛下早就放弃你了。要不然你被人国公府踢到军中，陛下怎么可能不替你说话？不听陛下的命令，也不替陛下着想，陛下怎么可能和你亲近？比对我都亲近！你撒谎！对，不可能，这不可能。小丑还不可能呢！你知道陛下给你的圣旨是要让你干什么吗？陛下要赐你死。什么？李公子此言何意？你们为逃关税走小道，才遭此祸的。闭嘴！我们交税养你们，你们却保不住我们的命，废物全是废物！我要你们和我父母一样，被蛮人乱刀砍死！我要你们和我妹妹一样，被人用戟火刺死！戟？蛮人有这样的武器？方天画戟是本将军的，你妹妹是我杀的。现在的蛮人做戏真是全套，不仅派个少女戏组，还专门配个哥哥，不可小视。那怎么不继续了？不是要让全天下知道边军的罪行吗？将军，他已知错了，他年纪小不懂事，要不……好，既然副将求情，我给你这个面子，选吧。快，将军给你升级，还不快选？对，若选扎堂，证明此子城府极深，断不可留；若选刀，证明他有杀心，断不可留；若两者皆选，证明他贪得无厌，断不可留；若什么都不选，证明天生反骨，更不可留。时间差不多了，去你娘的！你是在耍我！本将念你年轻，给过你机会，但你蛮族细作，冥顽不灵。不可能！陛下杀赤峰君是因为林毅反对陛下成婚。我虽然深爱陛下，可我从不反对他呀。我只想在他身边当一个不吵不闹的小三。陛下知我心意啊，怎么会觉得我和赤峰君勾结？果然，权臣权义心爱着女帝，宁愿当小三，趁女凭事情，真是够无脑。哼，你说没有勾结就没有，你是在怀疑陛下。展叔伯，本钦差现在问你，你是自负双手领罪，还是要本钦差动手？我知道了，一定是你趁着我不在陛下身边，用花言巧语蛊惑了他，想让陛下赐死我。哼，任天野，我看清你了。你是想铲除我这个对手，取代我在陛下心目中的位置？你妄想！我告诉你，在陛下心目中，我永远是小三，而你最多只能是个小四，我永远压你一头。压我一头？展叔伯，你是不是不知道你在陛下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印象？哼，陛下可是亲自写信给我，说你是大树挂。陛下洁身自好，又没有和我，他怎么知道的？你一个还想让陛下喜欢？这天底下哪个女人会喜欢豆芽？你若识趣，就地自裁吧。本钦差可以和陛下商量，对外就说你是操劳云锦城官务，劳累而死；否则，本钦差不仅带上命斩你脑袋，还将你是个那事儿宣传到全国，让大家都知道，陛下不喜欢你这个。我不是，我是陛下最信任的人，对他交代的事情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他会信我的。我要面见陛下，亲口告诉他，我不是。这心态也太脆弱了吧！不就假传一道圣旨，刺激两句，他就这么识态跑去找女帝求原谅了？早知道这么简单，我还谋划个锤子。陛下命斩叔伯镇守云锦城，他竟敢罔顾圣命弃城而去，当真是十恶不赦。但是云锦城地处险要，守大鱼边关扼蛮族之路，不可一日无主。本钦差今日便带斩叔伯暂掌云锦城防务，还不快打开城门！快开城门，迎钦差大人进城！任大人，报告任大人，城内的中高层将领都带来了。参见任大人。看看吧，这是斩叔伯勾结蛮人的证据。这是斩将军和蛮族三皇子的往来密信，他竟敢私通蛮族，出卖我大鱼情报。难怪蛮族这几年总能在边境精准劫掠，原来有内鬼。我之前就奇怪，那怀庆李家分明和蛮族大皇子有来往，为何还会受洗？原来是斩叔伯受女帝指示，扶持三皇子上位，借刀杀人，清除大皇子的势力。厉家在蛮族经营多年，已有根基，而这就去投奔蛮族大皇子，献上全部家产。现在本将军来了，该查的都得查清楚。第一，从今日起封闭城门，截断所有通讯，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第二，本将军将成立一支纠察队，日夜巡视全城，肃清细作，整顿军纪。第三，所有军械、粮草由本将军统一调配。最后，云集城内所有士兵和将领的薪俸翻倍。从前被斩叔伯克扣的部分，也会从将军府的库存中取出，如数补还。是，任将军。这斩叔伯为了讨好女帝，从下属城中豪族身上花了多少毒水，准备送进金妖宫，现在正好用来发展我的事业。谁是任天爷？给老子站出来！老虎，你放肆！这里是将军府，岂容你撒野！哼！老子可是陛下亲封的督察队队主。任大人，听说你一来就把斩将军赶走了，将领开会居然还不通知我。本钦差行事需要向你通报。你想上任也可以，但是从前斩将军给我们督察队该有的待遇，一点儿也不能少，否则这云锦城你坐不稳。哼，斩叔伯的心腹，斩叔伯勾结蛮族三皇子，出卖军情，残害百姓，你们督察队也跟着干了多少，还不报？什么勾结？血口喷人！我没有，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斩叔伯自己干的。通敌之罪，当如何？当斩！统统拿下！大人，小人错了，大人饶命啊！小人也是受了蛊惑，是小人那旁小妾，他蛇蝎心肠。本来小人不敢与大人作对，偏偏是他撺掇小人，让小人联络众人，给大人来个下马威。大人明鉴呀！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啊！原来还有幕后主使，张氏
怂恿之人，该当何罪？禀将军，同罪。来人，去将他的外使带过来。是是。大人，小人已经供出幕后主使，大人是否可以宽恕小人一二？那是自然。多谢大人，多谢。刀快些，让他少受点苦。大人明鉴啊，不是小荣蛊惑的呀！小荣不过是个弱女子，在家里被王虎非打即骂，怎敢蛊惑她？都是王虎自己要做的。王虎，当初你强抢小莲，逼得小莲不得不从了你，现在你又公堂撒野，忤逆新主人，你一走了之了，留下我们娘俩可该怎么办啊？狗东西王虎，当初是你拿各种钱财上门求娶，我才下嫁于你。现在你死了就算了，居然还把我供出来！哼，只要我哭得可怜些，凭我的姿色，就不信这人会忍心下手。娘，爹爹死就死了呗，你不是一直嫌他挣钱不多吗？正好再找一个。胡说什么？娘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在外人面前，你要维护你爹爹。哦，我知道了。楚楚可怜的小莲，差点忘了护住将军。若将军少一根汗毛，我都死无葬身之地呀！胡闹什么？我没有胡闹。他杀了爹爹，以后没人给我买好吃的好玩了。我要快快变强，也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棍子上玩。我要替爹爹报仇，把他碎尸万段。大人，他还是个孩子啊，童言无忌，求大人莫要和他一般见识。1米8的大高个也叫做孩子，有意思。这云姬城除了有展叔伯那样的卧夫，还有小莲这样的疯主。你挑唆王虎闹事，该与王虎同罪。你儿子当众挑衅本将，也该当斩。不过，本将军做人有个原则，从来不杀女人和孩子。我就说，没有男人舍得对我下手。这些将领哪个不为我所迷？这新来的将军定不例外。若能攀上他，可比王虎强10000倍。将军，这斩草不除根。可惜啊，你不是孩子，你的儿子也不是女人。来人，斩了！是。经过这段日子的胡萝卜加大棒，云姬城3万守军已尽数归附，该是时候了。大将军，您料事如神。赤峰军被屠后，女帝不仅没有安抚士兵，反而变本加厉，派人削减粮饷，治责边军，逼得山河城内边军大乱。女帝已派禁军前往镇压。我按您提前的吩咐，于城外收编，整顿溃散的边军，现已集结2万大军于城外。这些都是我千挑万选出的良将，愿追随大将军。拜见大将军。好，从今日起，尔等的军饷统统翻倍，另外每人赏黄金100两，良田1000亩。多谢大人。将军，天气冷了，请加衣。你们这是做什么？当今朝廷昏聩，女帝一心向外，将断送我大于江山，请将军顺应天命。请将军顺应天命，带领我等进京登基。请将军带领我等进京登基。你们真是害苦了朕。你说任天业
占了你的云姬城。陛下，云姬城被臣打造的固若金汤，堪比天堑。那是臣要献给陛下的呀！那任天野一定是嫉妒臣，为了抢夺臣在陛下心目中的位置，才将他强行抢走。陛下要为臣做主啊！陛下，那任天野狼子野心，强占臣呕心沥血打造的云姬城，请陛下下诏，命他将城池归还于臣啊！看来是朕将他发配去北疆，他终于急了。哼，想用这种手段来吸引朕的注意。任国公，你说当怎么办？陛下，那个逆子！臣养子任天朝刚率禁军平定山河城叛乱，特派他去云姬城，将逆子任天野捉拿归案，听候陛下处置。朕与蛮族三皇子婚事在即，任天野一定吃醋，必会借机生事，将他捉回打入天牢。此事务必办妥，不得有误。是，臣定不辱命。报，大将军，云姬城外20里处发现一支朝廷禁军正在火速逼近，人数约10万，剑制齐全，兵锋强盛。看来女帝已经察觉到了。走，这第一仗，本将军要亲自指挥。报，城外来了20人的先锋部队，要我们打开城门，速速迎接。为首者说，是您的弟弟任天朝。什么？哈哈哈哈哈哈！哼，我当是谁？原来是我的好弟弟。怎么，想念你哥我了？你少给老子恶心！当初在京城，为了在父亲母亲面前装样子，我不得已才叫你一声哥，不然就你这种废物也配！怎么，你们还敢动手？老子可是陛下亲封的镇北将军，统帅10万禁军前来镇压叛乱的边军。要我说，那林毅真是不识好歹，居然敢反对陛下和蛮族三皇子成亲。哼，陛下做得好，确实该杀。林毅不过是赤峰军主帅而已，胆敢阻挠陛下婚事，岂不知女人的婚事相当于第2次投胎，若是嫁给了不爱的人，当痛苦一生。林毅居然不把一个女人的幸福当回事，死了活该。那7万赤峰军死了也活该。山河城内叛乱的5万边军不知悔改，死了更活该。你笑什么？这破世界，我以为见过的舔狗已经够多，没想到还有你这种龟男。你说什么？活该你小子受宠啊！打拳这一套你也算是宗师了，不过你再暖男也得排展叔伯后面。我知道了，你是嫉妒我。行了，陛下宽宏大度，不与你计较，赶紧让你的这些士兵解散，各自归田去吧。什么？我这次来不仅是镇压叛军，也是奉陛下圣旨，让剩余的北疆10万边军全部解甲归田。10万大军，一道圣旨，全部解甲归田。对，事情是这么处理的吗？这10万放下武器的边军能这么干脆的回家种地？我都能想象出来，未来北疆各地会涌现出多少官府遣不动的山贼土匪。女嫔解散大军的方式真是张嘴就来，直接又离谱啊！北疆20万大军，杀的杀，解甲归田的解甲归田。那这北疆谁来把守？北疆不需要把守，陛下已将山河城送给蛮族三皇子，当做他的嫁衣。以后山河城就是皇子。陛下还说，他要让蛮人和虞人亲如一家，天下再无蛮人和虞人之分。从此以后，天下太平。打扫现场，清点财货，准备回营。是，将军。
君真可恶，比蛮人更可恨100倍！我发誓，此生必报此血海深仇。家在蛮族经营多年，已有根基。我这就去投奔蛮族大皇子，献上全部家产。我集群实力，定率蛮族大军南下，将边军统统杀光，做成2脚羊，叫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你，藏得真够深啊！10多个老边军搜得那么仔细，竟然把你漏了，真是够离谱的。你想干什么？别怕，本将乃北疆守将，一生以守护大禹子民为己任。除了……等等，哎呀，你这身行头从头到脚可都是蛮人的打扮。这是去游玩，母亲特意给我买的。年纪轻轻不在草原放牧，何苦来我大禹做细作？罢了，上天有好生之德，这次本将饶你。下次再见，本将可不会留情了，你好自为之。姓任的，你等着，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好巧啊，咱们又见面了。任天野，本将军看在你好歹是我名义上的哥哥，亲自来领你进京。你最好乖乖自负双手，解散掉这城中守军，并将你这段时间搜刮来的财物一一奉上。到时候我会在父亲和陛下面前替你美言几句，否则10万禁军兵符在我手，我一声令下就会踏平你这云姬城。据我所知，你这云姬城原先守军也不过3万，兵力10比3，优势在我，你拿什么抵挡？你笑什么？先不说你个领头将军自投罗网，跑到我这儿来耀武扬威，就算真要攻城，一般都是10比1的兵力。何况云姬城3面环山，又被展叔伯那舔狗建成铁桶一般，就你那10万禁军都不够塞牙缝的。你敢嘲笑我？我可是陛下亲封的镇北将军。等我回去禀报女帝，将你们这3万人全部诛杀，一个不留。你们都听到了吧？女帝昏庸，又派这只蠢猪执掌兵权，带着兵符自投罗网，这是天命啊！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请将军顺应天命。请将军顺应天命。你这是要造反，就不怕陛下伤心？伤个屁！任天野，你要造反吗？本侯可是陛下亲封的镇北将军，你敢？去你的吧！任天野，我的10万禁军就驻扎在城外，你信不信我一声令下，让你云姬城化为齑粉？你的禁军，张氏，拿着虎符去传镇北将军将令，金鸡遭蛮族大军围困，本侯受陛下密令，留守云姬城另有要务，大军由本侯副将统领，立即开拔。今夜兼程1500里驰援京畿，不得有误。你敢假传本侯将令调动禁军，你当真造反不成？传你个将令算什么？老子还要假传圣旨呢！另传女帝陛下口谕，朕与蛮族联姻在即，为避免三皇子对朕心生芥蒂，命大军于云姬城前放下兵器马匹，攻城器械，所有人徒手回京驰援。10万禁军阵前卸甲，等同叛国。完了，人家完了！将军英明，此举我云姬城非但危局可解，还白得了10万禁军的装备。将军，属下有些不懂。如今虎符在手，直接将大军收入麾下，不是更好？将军英明，此举我云姬城非但危局可解，还白得了10万禁军的装备。将军，属下有些不懂。如今虎符在手，直接将大军收入麾下，不是更好？10万人，想凭这块铁疙瘩让这么多人跟我们造反，你觉得可能？不跟着反，那是还没被逼到绝路。口谕再加一点，女帝有令，大军驰援京城，若遇蛮族阻拦，只可礼却，不可再起刀兵，违令者斩。若蛮族不退，10万将士可引颈受赎，以大禹热血感化蛮人，为朝廷尽忠。漂亮！如此一来，这10万回京驰援的禁军，恐怕未行百里，就得有8万作鸟兽散。将军这招妙啊，堪称阳谋。等这些禁军走投无路时，只要我云姬城反其一术，他们就算明知道被骗，也只能硬着头皮来投。传令下去，随时做好收编溃军的准备，壮大我云姬城。遵命，将军。禀将军，在您的运筹帷幄下，10万禁军的装备马匹已尽数送至云姬城。
将军英明，晋军退走后未行百里，便出现大规模哗变。都给我走快点儿！京畿被围，女帝急召吾等回援，却只能引颈带毒，不许抗敌，是何道理？这分明是拿吾等性命讨蛮人欢心。既如此，吾等还保他作甚？横竖都要玩完，与其这样枉死，不如反了！秦军投效我云姬城的朝廷叛军已有3万余众。怎么才3万？剩下的那7万人呢？女帝昏御，天下烽烟四起，今北疆一带义军或盗匪城寨就不下15、16家之多。我云姬城在短时间都能聚集起3万叛军，全靠将军主公乃天命所归，3万禁军皆有所感，故集体来投。哈哈哈，罢了，3万就3万，将这些禁军打散，分配到各营，以观后效吧。主公英明，主公英明。主公，任天朝这小子目前押在将军府地牢，您看？走，带我去见见我这异父异母的亲兄弟。我可是任国公府最受宠的儿子，那任天业不过是个家族弃祖，而这些奴才竟敢如此辱我！哥，弟弟错了，别打了，弟弟再也不敢了。工作时请称职务。本将军问：若有办事需要，不敢，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除了你这一路人马，女帝可还派遣其他人前来问罪？据我所知，此前剿灭赤峰军时，还有一支陆庆统领的禁军，与你兵分2路在北疆行动。回将军，确实还有一支禁军由陆庆统领，兵力约15万。15万，他们也被受命来我云启城。15万，他们也被受命来我云启城。没有，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将山河城移交给蛮族。若城中居民胆敢私自外逃，立即采取管控措施处置。你说什么？把山河城交给蛮族？那可是我大禹北方屏障，如此而进，岂非亡国之举？这萧明照，他想卖祖宗基业便卖好了，为何还要派禁军强迫百姓承受蛮族暴行？陛下父，既然将山河城当做他的嫁妆送给了拓跋祥太，那自不能只给一座空城，让蛮族无税可收。陛下还说，他与蛮族3皇子成婚后，蛮人和虞人亲如一家，肯定会善待城中百姓。善待？这话你他妈自己信吗？这个王朝从根上就已经烂透了，不破不立。将军，山城方向杀来数万禁军，死要向我部发起进攻。将军，山河城方向杀来大批禁军，携带攻城器械，死要向我部发起进攻。你们以为靠卑鄙伎俩骗我部下滑片就可以逃避一劫了？简直痴人说梦！陛下乃9天玄女下凡，何等的冰雪聪慧，又岂会不为今日留有后世？本侯看在与你同属任国公府的份上，给你个忠告。嘿，还是我给你句忠告，以后放屁时别把屁股对准别人，容易挨打。报大将军，任天野，你死定了！本侯的援兵到了，禁军主帅陆庆亲率15万大军兵临城下。对方限我们在一炷香内宰了任天朝，否则便下令攻城，让云锦城化为忌讳。主公，我没听错吧？敌军限我们一炷香内宰了这小子，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是很奇怪，卑贱的武夫想害死本侯，好成全你跟月如小姐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你做梦！这门婚事是陛下亲赐，就算是本侯死了，月如也不可能属于你。我靠，这该死的女频世界果然全员恋爱脑啊！把这猪头给我押到城头上去！哎，放开我！我要见女帝！陆庆，本侯乃任国公府少主，陛下亲封的侯爷，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争月如小姐？你放屁！月如是我的，永远都是。任天野，我大军已将云阳城团团围困，你竟还留此贼活命？竟当真有不敢下令攻城吗？15万禁军，我们只有3万7千人。诸位都看到了，这就是朝廷的嘴脸。
为了争一个女子，用10几万大军攻打大于自己的城池，这些人根本就没把我们的命当回事。这样的朝廷，还值得效忠吗？不值得！云继城是我们的家，身后是我们的父母妻儿，我们没有退路。众将士，可愿随本将军死战不退？死战不退！思想，调集所有将士全部上城，把那些嚣张的禁军往死里打！是，是。当初降武威，下方城。都听好了，我家将军说，他南征北战，还没见过谁敢如此负隅顽抗。今尔等是条汉子，再集体自负双手出来请降，我家将军可留你们条活路。废话真特么多，给我把投石机对准那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狠狠的砸！把那猪头还有我的新玩意儿带过来。主公，陆青，我上早八，一个护不住心爱女人的懦夫，折腾一小连城门都碰不着的货，凭什么在这耀光扬威？主公说的对，这陆青这懦夫没资格跟咱爷们耍横。任天野，有本事别躲在城里，出来跟我1对1决一死战！姓陆的，我也不跟你绕舌，打了一宿，我云继城士卒战力你也看到了。今天我就给你2条路，要么带着你的人立即缴械投降，要么老子派一支万人队拼死护送任天朝回京，让他跟你的心上人完婚，然后让他们3年抱2，5年抱3，一口气生到7、8个孩子给你看。哎，好，谢谢哥。将军，不，为了如月，我降。将军神志已逝，立即撤兵，全军后撤30里。放肆！赤峰军余孽竟敢在南方作乱，一路直抵荆州，简直这是找死！将军，江南是我们的根基之所在，绝不容有失。此事必须南下评判。可任天朝还活着，万一被他那混账哥送回京畿，这次私自调兵追杀他失败，我的人头落地没什么，可月妹妹受委屈了怎么办？将军，属下听闻任家兄弟并非血脉之亲，且平日里多有不和，不如罢了。你去城下喊话，就说本将军愿意跟他谈谈条件。任天野，陆某不是个愚忠的人，也不想与你为敌。只要你肯助我手刃情敌，除了让我公开反叛朝廷外，其他任何条件我们都可以商量。陆青，你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吗？你下不了手，这可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你让我替你手刃了他，得加钱。除了你15万禁军的盔甲、兵器、马匹等一应装备外，再留给我你们1半的辎重粮草，否则免谈。可以。曹帅，有什么？我上次说了，下次再见，本将军可不会手下留情了。也罢，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乖，把头伸过来，本将军手很稳，别紧张，不疼的。操！这马刚才不是瘸的吗？结果现在健步如飞了。算了，女频的世界我也不希望它合理。好，这都能坚持不坠马。老子倒要看看，你那马是不是也像你一样顽强？什么鬼？连马都这么能扛？我去，你果然是气运之子啊！今夜必须将这小子干掉。说的就算是耶稣来了，也拦不住。萧姑姑，前方道上好像有个人摔倒了。
是个蛮族的小郎君，生得好俊俏。哦，蛮族的小郎君。草率了，要手了。陆将军爽快，不过光这些还不够，本将军有些兄弟的家眷尚在山河城，你得让开一条路，保证我的人能安全的把家属接回来。将军，不可啊！不必再说了，我全部答应。等你的人把装备运走，你必须干掉任天朝。一言为定。传令三军立即卸甲，将所有装备和半数辎重送至云集城下。孙翔，带一个千人队去山河城接回你们的家人。女帝已将山河城送给蛮族，蛮人很快就要入城，我们不忍心看大家白白丢掉性命，愿意跟我们走的就赶紧收拾东西。我的天，蛮人要来了，赤峰军都快走了，这天下真的要乱了！这天下真的要乱了！大家别信他，陛下要和蛮族三皇子成婚，这山河城是嫁妆，以后蛮人和咱们鱼人就是一家人了，还跑什么？舍弃家业，跑到云集城！我不走，要走你们走！你胡说什么？蛮人什么德行你不知道？数百年血仇，岂是一场婚事能化解的？不要起无谓的争执，将800军家带回才是最大任务。好，不愿意走的不勉强，愿意走的半炷香后立即启程，过期不候。主公能在800人起兵时就毫不犹豫，果然我远不能及。出发！孙将军，有蛮人斥候追上来了！妈的，还是被发现了！传我命令，500将士随我断后，其余人加速前进！传我命令，500将士随我断后，其余人加速前进！2层埋伏，等他们进来！哈哈，都是两脚牙了，他们为三皇子大国庆贺！放！将军，队伍被疏散了，这些斥候一死，必然会惊动蛮族大部队，不能再耽搁了。夫人，加速前进！给疏散找不到的先别管了，不能走！我的意中人被处散了，走都得等他。蛮族大军随时会追来，我会留下几人沿路搜寻，你先跟大部队走。他找不到咱们会有危险，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情。要是大将军在，他会怎么做？找不到咱们会有危险，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叫爱情。要是大将军在，他会怎么做？那你就留下等他吧。怎么能扔下他呢？他是你奶奶的大姑的二儿子家的小叔，沾亲带故的，你还有没有良心？既然你这么怜惜他，那你也留下陪他吧。来人，把他也丢下。凭什么你骑马让我们走路？我年纪这么大了，快下来，让我骑。我好像懂大将军的叮嘱了。众将士听令，行经途中凡有不遵纪律、故意拖延、胆敢阻拦大部队者，格杀勿论。是。走。欢迎蛮人来我山河城。您就是三皇子吧？我们正盼着您和陛下大婚呢。聒噪！把这些聒噪的狱狗统统杀了！住手吧！
本王子与大禹女帝新婚在即，大白天的对愚人动手不好看。是。走，去镇北大将军府看一看。痛快！这挡了我们数百年的山河城，终于是我们的了。你们说，该如何一鼓作气拿下大禹？父王，如今北疆空虚，给我5万骑，3日内我们就能兵临城下。如今北疆空虚，给我5万骑，3日内我们就能兵临城下，将那女帝萧明昭抓回草原。老三，你觉得呢？大哥的主意很好，南下擒获萧明昭是一步妙计。不过，此计虽妙，风险亦高。京都有数十万禁军，战力不弱。我等10万大军，即便能到城下，一旦被拖住，大禹秦王之兵四起，我等恐怕有去无回。打仗哪有不冒险的？瞻前顾后，能成何事？儿臣觉得，不如先拿下整个北境，届时大禹内乱必起，我们只需坐山观虎斗，待两败俱伤，再雷霆一击，这天下还不是唾手可得？那要如何才能拿下北境？欲取北疆，必先拿下云京城。它与山河城互为犄角，是卡在我们咽喉上的一把匕首。父王，云姬城交给我，3日之内，我必克此城。大哥勿急，我已向女帝写信了，她能将山河城当嫁妆，区一个云集城，相信她很快也会送到咱们手上。主公，800军属已全部带回，并带回山河城死民5000余人，留在城中的斥候拼死回报。入驻山河城的蛮族大军有10万之众，皆是蛮族精锐。10万大军，看来蛮族3皇子速度不小啊！1万人骑兵的速度，若他们南下，只需几日便可兵临京都。届时大禹危在旦夕。好事，这是天大的好事！蛮族南下，局势只会更乱。若他们掳走那癞海脑女帝，天下无主，正该咱们趁势而起。到时候恶民让蛮人去夺，我们还得个重整河山的美誉，妙！可若是蛮人不南下，反而来攻打我们云州城呢？若敢来，就算蛮人是老虎，老子也要把他的牙给掰下来。云陵城必须得守住，不然如何逼他们南下，去给我等扫清障碍？好了，先下去休息吧，接下来由你忙了。兵源可招，装备无缺，但军饷终究是最大的问题。想在短时间内解决前2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苏家。来人，把苏锦叫来。大将军，深夜召见，不知有何吩咐？听说你们云嘉城首富苏家有3女，本将军尚未婚配，你安排一下。妾身有2个妹妹，三妹苏黎乃庶出，性格乖巧懂事；二妹苏秀是苏家嫡女，被誉为北疆第1美人，只是性子孤孤清傲，眼高于顶，恐非将军。那就选你2妹吧。将军，二妹她就这么定了，去准备吧。3日后，本将军迎娶你2妹苏秀。这位新主子行事果然与众不同，这下家里可要热闹了。这是苏二小姐的马车，大婚在即，她怎么亲自来了？小桃姑娘，你来做什么？怎敢坐你家主人的马车？我奉小姐之命前来，为何不能坐？你一个小小的副将，管得倒宽？你到底来做什么？把你们大将军叫出来，我替我们小姐和他说几句话。你一个婢女，让我家主公出来见你，你没毛病吧？婢女怎么了？我代表的可是我家小姐，你们任将军要是不识好歹，等着后悔吧。季生，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好，既然你家将军架子大，那我就跟你说，这不是主公送到苏家的彩礼吗？你这是要退婚？苏家疯了！我家小姐说这些破烂玩意不配进苏府的门，想娶得按她的规矩。什么规矩？听清楚了。要迎娶我家小姐，赤金8宝珠钗8对，东珠手串10串，珊瑚树2株。真是疯了！一个珊瑚之女，她怎么敢？当然，光这些聘礼都还不够，大将军还要写下保证书，承诺婚后事事都要听从我家小姐，不许惹她不开心。若我家小姐不开心超过3次，她就可以跟任将军和离。而和离时，大将军的家包括但不限于他麾下的兵马士，都得分我家小姐一半。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就让你们大将军赶紧写保证书，我好拿回去给我家小姐复命。听清楚了，就让你们大将军赶紧写保证书，我好拿回去给我家小姐复命。王将军稍待片刻。王将军，让您见笑了。我早有令，婚事由我全权处理，不许有任何小动作。当我的话是耳旁风。是小姐让我来的，说要给大将军立个规矩。混账东西！如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竟还敢给大将军立规矩！来人，把彩礼原样装好，送回苏府。但凡破了一点，我要你们的命！王将军，苏家管教不严，给您添乱了。
这点小事就莫要打扰大将军了吧？若主公不介意，我自不会多说。但若主公询问，我必如实回报。如此，在下已感激不尽。我为秀儿备下了2份嫁妆，想呈给大将军一观，还请您通报一声。二叔深夜前来，所谓何事？对了，刚才门外有何声响，可惊扰了二叔？说来惭愧，是我那侄女不太懂事。不过大将军放心，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大将军，这是秀儿的嫁妆，还请您过目。这苏侯算得倒是清楚，刚好是我3个月的军需，是个聪明人。苏家商号遍布北疆，这些只是第1批，第2份帖子是我苏家产业的利润分成。二叔辛苦了，这2份嫁妆，本将军照单全收。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多谢大将军。那门外之事，多谢大将军。那门外之事，区区些许吵闹，比他做甚？二叔把心放回肚子便是。把这惹祸精拖出去，乱棍打死！是，老爷。二叔，小桃是我的婢女，你怎么能不经过我同意就处置她？秀儿，叔父知你委屈，现天下大乱，我等商贾就是任人宰割的肥肉。苏家数百年基业，如今全系于你一身，切不可胡闹。我知道了。大将军并非凡人，他能为800军家属相入侵要戮，便知其心性不差。嫁过去，他定不会亏待你。未来事成，你便是皇后，母仪天下。秀儿，苏家是存是亡，是昌盛是败落，皆在你一念之间。你可莫要让二叔失望。可区区黄河，哪有我的爱情重要？哎呦，罪过罪过！怎伤得这般重？这般年轻，模样又生得如此标致。来人，将他小心扶起，把蛮人的服饰换掉，安置到我的马车里去，好生照料着。姑姑，他是蛮人，还带着伤，恐怕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何况是这般俊俏的少年郎，照做便是。萧姑姑真是菩萨心肠呐，怪不得陛下最亲近姑姑。我啊，打小就见不得别人受苦，路边的猫儿狗子，甚至花草受了委屈，我都心疼，定要管上一管。或许就因为这份心善，当年小姐就是先皇后，让我做了贴身丫鬟，什么事都放心交给我。后来小姐成了皇后，我也跟着沾光，照料还是公主的陛下。先帝去得早，临终嘱托我好好辅佐，我这肩上担子重着呢。是呀是呀，多亏了姑姑如此仁善，教出来的陛下仁德，这才有咱们大禹的太平盛世。小郎君，你且放心，今日不管你招惹了谁，哪怕是被北疆20万边军追杀，只要有我萧姑姑在，我看哪个敢动你一根手指头。你这条命，我萧姑姑保了。姑姑仁慈，姑姑仗义。姑姑，有您在，任他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带不走人。小桃，我记得你头上一直戴着一根金钗，钗子呢？钗子被我拿去补贴家里了，您忘了？胡说！明明是你去给任天野送还彩礼，被他贪没了。奴婢并未见到大将军啊！明明见了，非说没见，你是想死吗？二小姐，奴婢见了，奴婢的金钗就是被大将军给偷走了。什么大将军？连我婢女的金钗都贪！如此之人，若不好好立下规矩还得了？你拿我的名帖去请任天野过府一叙。请大将军来府上做客，太好了！我那侄女终于开窍了。老爷，二小姐还吩咐厨房准备大将军爱吃的菜呢。好，快把府里最好的酒菜都备上，一定要让大将军感到宾至如归。王明，备马，随本将军去一趟苏府。是，主公。大将军，宫里来人，指明要见您。宫里的，带过来。大胆！咱家奉陛下之命前来传旨，你为何不设香案，不去迎奉？你眼中还有没有陛下？一个奴才敢对我家主公如此说话，信不信老子宰了你？任天野，你们果然反了！有话就说，有皮就放。哼！临行前，任国公私下让咱家交给你一封信，恕死而怎敢反叛？任国公府百年清誉，既毁于你手矣，还不俯首就擒，任由王公公发落。好，你连你父亲的信都敢撕！
你是真不怕连累全家？人听旨，听旨！在朕诸多替身中，朕最不看好便是你。但是朕没想到，你爱朕居然至深至诚，为吸引朕的注意，不惜反叛，朕深为感动。只是朕已心有所属，蛮族三皇子拓跋祥太与朕情深似海，如今朕已将云锦城许他，为了朕的爱情，令你速速率兵退出云锦城，并自刎归天，朕心里会永远记得你的。任将军，陛下仁慈，赐你用天子剑自刎，还不谢恩？蛮人拓跋祥太想靠区区一道圣旨要我的云锦城，本以为是个有脑子的，没想到是我高估他。如此殊荣，若不请远道而来的客人先享，岂不显得本将军小气？来人，请公公先走一步。任天爷，以你一条贱命换陛下心里永远给你留个位置，这是何等殊荣！你竟敢抗旨，就怕连累你人国公府满门抄斩吗？殊荣？那这份殊荣还是公公替本将军享受。请公公上路。任天爷，你们人国公府完了！怎么才3组？看来本将军终究还是小气了。罢了，让这几个也一并都殊荣了吧。得令。任天爷，你屠戮天职，罪当诛九族，人国公府鸡犬不留。萧明昭不过一歌姬所生的黄口庶女，竟敢窃取大位，祸乱天下。我人国公府世受皇恩，岂能坐视不管？我奉父亲密令，与北疆起兵，就是要光复正统，诛杀奸佞，还我人家百年清誉，还大禹朗朗乾坤。原来你们人国公府早有图谋，当诛十族，诛十族啊！这下终于舒服了。拖下去，吊在城墙上祭旗，让萧明昭看看我人家的决心。是，大将军。主公，这老贼在城中还有几名随从，属下愿带一支小队前去剿灭。不必了，让他们亲手拍到王公公的彩妆，然后暗中放他回京城报信。主公，您这是？我要给你弟的一块心病，不管他信不信，视我如草叶的人国公府都将永世不得翻身。是，属下懂了。王明，备马，随本将军去苏府赴宴。是，主公。将军光临寒舍，小女不胜荣幸。餐食已备好，请入座一叙。好，这女人正常起来，倒也赏心悦目。好，秀儿终于懂事了。如此一来，大将军定会更加喜爱她。苏秀敬将军一杯。小姐，是他，就是他，他偷了我的金钗。大将军，你怎么能偷我的金钗？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的钱啊！我家主公何等身份，岂会看得上你一只破钗？需要在此胡言？就是他偷的，你们少官规闲户。小姐，奴婢自幼跟随您，是什么心情您最清楚。若不是亲眼所见，奴婢怎敢污蔑您未来的丈夫？你找死！任天野，我真是看错你了。堂堂大将军，竟做出此等品行不端之事。你如此这般，我嫁给你后，怎能放心让你掌管家中大事？你手里的兵马，你掌管的云锦城，我又怎能放心交由你来处置？鉴于你今日的表现，在成婚前，我必须与你约法3：其1，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碰我；其2，以后府中内外大小事务皆由我掌管。当然，本小姐知书达理，只要你不乱花，不会苛待于你。其3，你必须向小桃郑重道歉，他是我的人，对他不敬，就是对我不敬。说完了。还有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份保证书，今天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婚后家中财物归女方所，男方父母由男方自行赡养。若夫妻合离，男方名下兵马士卒分苏秀一半。你笑什么？莫非觉得我说的不对？魂牵梦绕，风云荡。什么意思？喊错了。王明，属下在。清场。大将军签兵何在？任天野，你要做什么？把这2人拖出去，砍了！不要杀我！我错了，大将军，不是你偷的，是二小姐让我陷害你的。都给老身住手！放肆！敢在我苏府大开杀戒，还敢动我的宝贝孙女，你真当老身提不动刀了？大将军，这是苏家的祖母，名义上的掌权人。你可以尊称老身为秦老夫人，老身不惯夫姓。今天你休想离开我苏府！来人呐，将他给我拿下，私刑伺候！跟正规军刚正面，苏家人都这么勇敢的吗？你们
我！我苏家乃云锦城商户之首，杀了我，苏家必不容你。云锦城所有商户也必不容你。王明，在，将这老爷和苏二小姐一起吊在城墙上示众。另外，传我将令，让云溪城所有商贾都过来观看，不看够3个时辰，谁也不许走。得令！我要让全城的商贾看清楚，跟我任天野作对究竟是个什么下场。大将军，这是怎么了？是不是他们冲撞了您？求您高抬贵手，我们苏府愿倾尽全力相助啊！苏红，你也要向本将军讨个公道吗？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将军为何发这么大的火？老爷，是二小姐的婢女小桃说大将军偷了她的金钗。疯了，真是疯了！我辛苦经营苏府，把他金枝玉叶的养着，他怎么就非要置我苏府于死地啊？那我娘亲呢？他又做了什么？秦老夫人说大将军放肆，要对大将军动用私刑。天亡我苏家啊！二叔，莫急，事情也许还有转机。大将军没有当场处死祖母和姐姐，说明我们还有时间想办法。那不是苏家的秦老夫人和苏二小姐吗？怎么挂这儿了？听说了吗？苏家要大将军拿1半兵马当聘礼。我靠，这他妈不是作死吗？完了，苏府彻底完了。二叔，救我！救我呀！我好疼！二叔，快救救二姐姐吧，她快撑不住了。我拿什么救？她自作自受，活该！二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不咱们去找叶凡哥哥帮忙。叶凡，总把莫欺少年穷挂嘴边那小子。二姐姐总说此人是真英雄，哪怕他把天捅个窟窿，也能给他补上。叶凡哥哥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叶凡算个屁！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穷小子，你二姐那个脑子，但凡正常一点，至于被挂在城门楼上吗？你还信他的话？你是怕咱们苏家垮得不够快是吧？二叔，要不我替二姐姐去嫁给大将军。灵儿，二叔问你，你可是真心的，可有半分不满，还是说只是被情势所迫，对大将军心存怨怼？二叔，灵儿是真心诚意要嫁给大将军，若大将军不嫌弃，灵儿嫁过去，定然日夜照拂，绝不让他为后宅之事操心。好，若你嫁过去，想要何等聘礼？大将军乃天之骄子，灵儿只是商贾庶女，安敢奢求聘礼？只要大将军肯用一顶轿子将灵儿接回府，灵儿便心满意足了。若成婚后，大将军惹你不快呢？大将军日理万机，灵儿怎敢因自己的情绪耽误他？只有灵儿惹大将军不快，没有大将军惹灵儿生气。若真有，灵儿必负荆请罪。若你的婢女丢了金钗，恰好出现在大将军手中呢？二叔，您说什么胡话？大将军富有云端城，怎会偷一枚小小金钗？这岂不是折辱大将军吗？他若帮忙寻回，灵儿感激不尽，定当尽心侍奉。舒服了，这才是正常人该有的样子。灵儿，你刚才的话，可敢对着列祖列宗和你小娘的牌位发誓？离儿，敢！若苏黎有幸嫁于大将军，必为他换洗衣衫，整理战甲，温酒后他归隐。若大将军凯旋，必亲备庆宫宴；若大将军困顿，必灯下解忧烦，守他入眠；若遇敌军袭扰，必持刀护院，守他归来。若为此事，天打雷劈。好，灵儿，你能有此心，二叔甚慰。你且在府中歇息，剩下的事，二叔一定为你办好。大将军诸事繁忙，没空见你，速速退开。王将军，是我苏红啊！你是谁？本将不认识。王将军，是小人错了，是苏府错了。小人想找大将军商量些钱财之事。捐钱啊！云集城的商户都在城门楼下排队，你若有意，只管去便是。本将没职权给你开后门。我这是造了什么孽？李老哥，你也捐上了？老天保佑，盘了一上午，可算让我捐了10万两银子。好啊，这下咱们就都踏实了。要捐钱吗？我们不强迫，但你若硬要捐，我们也不拒绝。要捐多少？记下。这位商户似乎只是随波逐流，以后万一城里有什么事儿，就不用通知他了，免得麻烦他。我捐，我有的是钱，我立刻捐。小人愿借200万两白银给将军府，还愿将家丁送入军中抗敌。200万！我的乖乖，我没听错吧？苏家好大的手笔啊！苏老爷，这是契约，您现在可以回去等消息了。锦儿，事情你已经知晓了吧？刚去城门口看了看，祖母已经晕过去了。二妹虽然无碍，可嘴里还是没句认错的话。这逆女，不提也罢。大将军派你前来，可是事情有什么转机？派我前来询问其中深意。二叔，莫非你还有办法？你三妹苏黎愿意真心诚意嫁给大将军，我已多番确认，她甚至在牌位前立誓，绝无二心。若早知如此，当初就该让三妹嫁过去。
三妹婉约懵懂，怎么都能好过二妹啊！她到现在了，尚且嘴里念念叨叨，说什么叶凡哥哥会去救她。叶凡简直是痴心妄想，那穷小子无兵无权，拿什么跟大将军为敌？老爷，不好了，挂在城楼上的二小姐被人救走了。什么人做的？据说救人的人名叫叶凡。完了，这下苏家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静儿，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都有人出来，抄上家伙，跟我去替大将军捉贼，必须将叶凡那小子给逮住。这是宫里出来的车枪。小英到此为止，她被宫里人救了，女帝的亲眷也通满。算了，跟这破世界讲什么逻辑？本将追杀蛮人细作至此，敢问诸位，可曾见到一个受伤的蛮族少年？我乃上宫令，你是何人？敢拦我去路？女帝身边最得势的萧公，边境有7万赤峰军镇守，他不在皇城享福，跑到前线干什么？原来是上宫令大人，在下山河城游击将军，请问大人可见到我追捕的那蛮人少年？他就在我车内。哦，那烦请大人将他交于属下。交给你干什么？当然是杀掉。蛮人不杀掉，还能留着他们入侵我大禹不成？你敢！他只是一个少年，10几岁的样子，正是最好的年纪。你追杀他已经10恶不赦了，现在还想要斩草除根。今天只要本令还在，你就休想动他一步。将他赶走，快马加鞭，去给这少年疗伤。你是任天野？我当是谁？敢拦着我？原来是仁国公家的真少爷，果然是好大的威风。哪里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敢来云锦城抢人，还不束手就擒？有人带个箱子，这是什么流程？你就是任天野吧？这算是我和你的第一次见面。虽然你身居高位，但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现在我的确不如你，但是以后未必。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人脑子有病吧？任天野，我与你定下3年之约，3年后我必杀你！混账！给我搜，挖地3尺也要把他找出来！孙将军，我苏府扎根云锦城上百年，最是熟悉地形，我带人帮你们找。叶凡哥哥，你真的来救我了？3年前我就对你说过，我此生必娶你。你有危险，我如何能不来？叶凡哥哥，我不要聘礼，只要你肯娶我。秀儿妹妹这么好的人，却要遭此劫难。你二叔也是，明明有无数种解决办法，他却偏偏选了最差的一种。叶凡哥哥，你有别的办法吗？自然，我随便一想便有数种。比如号召全城百姓对抗任天野，或者贿赂他手下军官，让其为苏府效命；再不济，派人刺杀任天野，也是手到擒来。你二叔啊，眼界格局都太低，他以为任天野图的是你苏家的钱财，可笑！任天野真正图的其实是你啊！我不错，你有倾国倾城之貌，他岂能不为你倾倒？只是手段太过卑劣。如今你被我救了，他定会满城戒严，天罗地网的搜索我们，所以我们得先走。若再给我3年，我必统帅大军包围这云锦城，让任天鹰亲自向你道歉。主公，属下无能，还没找到那贼人。哼，贼人。怕不是苏红为亲情所累，设计出这么一出来。没错，在这云锦城，除了他苏家，谁还能有这么大本事？既然不想活，就成全他，去将苏红请到兵营来，好生伺候。他会说实话。是主公，属下也早就想好好问问苏红了。他胆子不大，本事倒是不小，竟能找来叶凡这种江湖客来跟主公作对。你刚才说什么？属下说想去问问苏红。后面那句贼叫什么？说叫叶凡，是叫叶凡。混账！对方名字里有个凡字，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何不第一时间汇报啊？主公，不过是一普通的名字罢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罢了，不怪你，是我疏忽了。画匠画的画像呢？拿来给我。该死，不光名字有问题，连这张脸也一看就是主角的建模。孙翔，属下在。执我军令，除守城将士外，其余2万余人统统上街，全城搜捕。张氏何在？主公。
属下在。你率部通报全城所有住户，今夜必须通宵点燃灯火，违令者斩。立即让教人多画死人肖像，贴满全城，发布悬赏。凡能提供叶凡消息者，上白银1万两；能斩杀叶凡者，上白银10万两。记住，此人不留活口，直接剁成臊子。是。王明何在？属下在。通知斥候营全营出动，沿云锦城往外铺开，每隔10里必须有人监视。若发现叶凡出城，必须立即来报。知情不报者，杀无赦。叶凡哥哥，我们真的逃出来了，我还以为必死无疑了。我这一生所料何曾错过？我说任天野会全城搜捕，他定会全城搜捕。可要是任天野追来怎么办？无妨，此去不远便是骑牛镇，我师父向贵已掌控此地，我们很快就能赶到。骑牛镇只是个小镇，怎能抵挡任天野的数万精锐？秀儿，这你就不懂了，我早已令人在那里囤积了80万食军粮。叶凡哥哥，你好厉害，秀儿能嫁给你，真是我的福分。秀儿放心，有我在，我们未来的日子一定远超你想象。走。报，城外发现一行22人骑马逃离，已确认为首者正是叶凡、苏秀。胡扯！我防守严密，他怎么可能跑掉？你敢谎报军情？算了，叶凡不是一般人，跑了也正常，不怪你。主公，此人我会亲手了解。是属下失职，请主公治罪。起来吧，我离开这段时间，云锦城就交给你。蛮族随时可能入侵，你一定要守护好云锦城。主公放心，属下誓死守卫云锦城。击鼓集合3军，张氏、王明各点5天旗，随本将军出征。大将军，二妹犯下大错，苏府罪责难逃，求大将军给苏锦一个机会，允许我将功补过。叶凡诡计多端，这女人或许真能派上用场。王明，属下在。你领1000人马和苏锦同行，可自由行动，一有叶凡踪迹，立即来报。是。出发。师傅，怎么还劳烦您大驾亲自来接我？你偷跑到云锦城那险地，谁能放心？老子差点就杀进云锦城去救你了。师傅，我这不是没事吗？还把秀儿救出来了。秀儿，快见过我师傅。秀儿见过师傅。红颜祸水。您怎么？你打我！打的就是你，敢勾引叶凡为你涉险。今天幸好他没事，否则你们苏家，你们整个北疆都要为我徒弟陪葬。秀儿，别见怪，我是师父的命，他太紧张我了，才会这样。这女的不过一介商人之女，哪里配得上你？我不同意你娶她。如果非要她，你最多给她个妾室身份，正妻她想都别想。师父，眼下正有人追杀我呢，婚嫁之事以后再说吧。谁敢追杀你？云锦城守将任天印，他图谋秀儿美貌，定会追来。他若敢来，老夫就打服他，让他给你下跪道歉。秀儿，你放心，我叶凡想要做的事，没人能拦住。我说会娶你做正妻，就一定会娶你做正妻。可你师父不同意，你能怎么办？办法很多，比如先将你以妾室的身份迎娶过门。什么？你真让我当妾？只是权宜之计，等日后我再将你为正便是。你若不愿，我们也可以先生个孩子，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师父不同意也得同意。先生孩子，我的脸面往哪儿放？我堂堂苏家嫡女。你要还是觉得不好，我还有办法，比如我先娶一正妻，堵住家族的嘴，再以平妻之礼娶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要我怎么办啊？不好，任天野带人杀过来了，快去请向将军准备应战。主公，此人便是向贵，人称北疆锤王，当年曾单枪匹马杀入10万蛮军大营，其进其出，永不可当。来者可是任天野，速速下马投降，发誓效忠我徒，我可饶你一条狗命。叶凡那种货色，给本将军提鞋都不配，让我投下他，你怕是老糊涂了吧？庶子敢辱我徒儿！好，今天我便让你见识这擂鼓瓮金锤的厉害，老夫要与你单挑。向将军果然英雄无双，本将佩服。弓箭手准备，放箭。庶子，你不讲武德！第二波，放。徒儿，为师不能再保护你了。
将士们，跟我冲！踏平秦牛阵，斩杀叶反者，赏千金，封万户侯。将军饶命！我等愿降。小贵师徒平日苛待我等，我们早就想反了。将军，阵内有叶凡藏匿的3000马匹和80万石粮草，我等愿为将军引路。张氏，收编降兵和物资。饶令。秀儿，圣战死了，此仇不共戴天，我必杀任天野为师父报仇。那我们现在是去报仇吗？糊涂！身为执旗者，就要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绝不能因感情而误事。师父用性命为我换来生机，我当留此有用之身，图谋大业。啊！可你不是说……我们立即去四方城，我大伯已在那里拥兵2万，到时再图报复不迟。靠！冲得太猛了，叶凡没抓到不说，还跟主力走散了。你可是任国公府的任天野将军？你可是任国公府的任天野将军？任国公府又来？任国公府是什么东西？本将军不认识。我等明白了，将军是受国公爷密令，故意撇清关系，好让女帝放松警惕。将军真是孝子啊！是啊，将军苦心，我等皆是受任国公府大恩的北疆世家，特来投效，以集合4000兵马和无数物资，助将军起事。没想到诸位如此聪慧，竟能看穿我的苦心。没错，本将军正是奉我父之命，重整北疆，为国除奸。父亲和族人忍辱负重，就是为了给我创造机会，我必不负所托，杀入京都，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国公爷忠勇，我等誓死追随任将军，重整大禹山河。诸位，快快请起。如此这般，可叫朕如何是好？这特么谁干的？居然屠了苍兰城，简直是不当人子！苏小姐，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回忆起了一些往事。锦儿姐，等我成为大将军，必为你复仇。你流一滴泪，我便图一座城。我们还是快快寻找我二妹吧，别再让她闹出什么幺蛾子了。报！大将军有令，令你速速归营，不可有误。任将军，还有一事，叶凡有一8拜之交的兄弟，名叫宋万，此人才能不凡，却残忍好杀，已独自率军横扫北疆，连屠数城。宋万，正是，他极可能趁将军攻打四方城时突然杀回，将军定要小心。此人一出手便鸡犬不留，尸堆如山。朔风城、苍兰城皆是如此。这个世界的疯狂又一次超出了我的预料。连一丁点仁慈之心都没有，对一个少年还下死手，有今天的下场，全是你咎由自取。被踢出门的是原身，关我何事？麻烦的是这脑残非要保那小子，他可是女帝心腹，硬抢等于和女帝翻脸，大于在我容身之地。还不滚开！好狗不挡道！你一个国公府弃子，谁给你的胆子来萧姑姑的车驾？我看你是活腻了！孙宝也敢挡道？得罪萧姑姑，大不了亡命天涯。可留下这有主角之姿的小子，日后必成心腹大患。今天他必须死。郡主，我害怕。别跑，有我在，定护你周全。任天野，竟敢对本令不敬，你们任国公府担得起这罪名吗？实话告诉你，本令此行返京，轻车减刑，并未带大队兵马随行。就眼前这些心腹，你若是再敢阻拦，本令就让人再次打断你的双腿，不会有人知道。你也别妄想上格子告状，你猜到时候陛下是信你这弃子的委屈，还是信本令的话？你是说就你们这些人，身后再没跟着其他兵马？不错，就凭本令的身份，还需前呼后拥吗？你怎么不早说？李将军，他们快撑不住了！大少爷，苏秀姑娘来四方城了。什么？
苏秀妹妹终于来了！攻击暂停，全军暂停攻击！本将军要去接苏秀妹妹。将军，将山贼尸骨一火全歼，就在此刻呀！苏秀妹妹来了！二少爷，我的兵，我快死了！又死不了，怕什么？等我安顿好苏秀妹妹就来。大人，苏秀妹妹来了！哈哈哈哈！苏秀妹妹终于来了，我这就去接她。哈哈哈哈哈！点火暂停，等本大人回来再继续。报，大将军，有一人自称石虎，率部前来投靠。石虎，小人石虎率1万兄弟前来投靠大将军。石虎将军，请起。之前多次相邀，将军都未应允，为何今日突然来投？此前觉得将军官职尚小，心中不服。可如今您大败晋军，威震北疆，我却被小小的四方城追着打。若再不来投靠将军，就只能下黄泉了。石虎兄弟能来，本将军如虎添翼。你可还能为我招来更多兵马？能。北疆逃散的边军极多，如今都过得朝不保夕，亲自前去，晓之以情，动之以情，他们必然愿意来投。好，你听好，若你能再带回6万人，我封你为镇北将军。镇北将军，此话当真？本将军一言九鼎。你还可对外宣传，凡来投者，月俸待遇皆与我云继承将士同等。谢主公。报，大将军，有人前来投靠，自称是四方城副将张良派来的信使。主公，四方城李伯天为接苏秀而临阵脱逃，导致大败。副将张良不屑与这等人为伍，愿为我方内应。为接苏秀，临阵脱逃。大将军，有人来投靠，自称是四方城粮秣转运使朱贵。大将军，李中帝为了苏秀区一个女人，不顾我等为李家奉献半生之人的生死安危。今日我愿将四方城内所有粮草囤积图献上，只求大将军为我等做主。又是因为苏秀。大将军，有人来投效。大将军，又有人投效，是城内粮行老板说李继任说李苏家属暂停处理一死伤。大将军，又有人投效了。攻城换防事件，还有人知道城主叶城下好的那个妓女住在哪儿？升帐议事。甄天野领临丞相，诸位有何退敌之策？为秀儿妹妹报仇的事都在我身上，轮到你要报仇也得我来。凭什么你来？我的真能让任天人生不如死。谁也别动手！三位都是英雄豪杰，既如此，本城主便做个主。这次与任天野对战，谁的功劳最大，我就将那北疆第一美人苏秀嫁给他。长君，本城主一言九鼎。我不要，放开我！秀儿小姐，别挣扎。为了我叶家大业，等下你就从了李公子。进城，速战速决。王明将军，守将李伯天的首级在此，北门将士已全部归顺。啥？李伯天被你们给砍了？那我的功劳？张将军，李仲帝和李继仁的首级在此，下官已替您办妥了。快杀进城主府，取城主叶天成的首级，全速前往宰了叶天成，便是此战首功。叶天成首级在此，我等一战杀此了，恭迎大将军入城。靠，我们的军功又特没了。将军，我们是不是还漏了2人？对了，还有叶凡和苏秀。我去干掉叶凡，上次让他跑了，这次绝不能再失手。那我去杀苏秀。王明将军，快救救我！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愿意嫁给大将军，我什么都不要了，求你叫我回延吉城。迟了，从你诬陷大将军偷你婢女金钗时就迟了。苏秀葬身于城主府火海之中，此事到此为止。不搜，就是把整个四方城给我翻过来，也要把他救出来。老子就不信了，他能凭空消失。张氏将军，大事不好！云继承遭到了蛮族8万大军的疯狂攻击，思降将军紧急求援。云继承什么？岌可危！大将军的，禀告大将军了吗？属下找不到大将军，只能先来禀告你，立即分头去找。无论如何，必须马上找到大将军，快！陛下，
山河城已丢，若再把云继承也拱手送与蛮族，我大禹北疆门户大开，我将不果，收回成命，断绝与蛮族和亲之事。爱卿，你怎么就不明白朕的苦心？朕的父皇曾教导朕，一代帝王当做一代之事。到了朕这一代，要做的事就是天下大同，蛮人、虞人一家亲，就是日月所照，皆为余土。陛下，可这天下已经大乱了呀！大治之前必有阵痛，朕不畏艰险，是要打造一个远迈先祖的辉煌盛世。而且爱卿也不必担心，朕已令蛮族三皇子攻打云姬城，如果不出所料，眼下云姬城也快被蛮族拿下。我大禹为矣！大将军，蛮族8万大军攻打我云姬城，孙祥将军快撑不住了。拥有主角光环的敌人，威胁远超千军万马。传令下去，王明带人控制四方城，维持秩序。张氏集合所有轻骑兵，全城搜捕叶凡，一经发现，立即发信号追杀。其余各部坚守帐务，天罗地网已成，绝不许放走一人。本将居中策应。是，主公。想围杀我，可惜我早已看穿了任天野的布局。论智谋，他还差得远呢。怎么可能？他怎么会猜到我要从北线走？哈哈，任天野，没想到你也是个英雄。你可有胆子让众士兵让开，与我堂堂正正一战？若我输了，甘愿在你帐下听命，如何？好啊，本将与北疆难逢敌手，今日正觉心痒难耐。诸将听令，向外退去20步，点燃火把，为我2人照明。蠢货，上钩了！你，弓箭手准备，放！任天野！传令，将叶凡挫骨扬灰，再请几个僧道来，好生超度一番。主公，为何如此？我怕他有主角光环，死而复生。遵命。报！大将军，城外发现大批敌军主将送万，人数至少5、6万。5、6万！我们刚经历一场大战，兵困马乏，如何抵挡？主公，末将愿为大军断后，死守四方城。哦，王明，你当真愿意？末将愿率5000兵马，为大将军主力回援云继昌争取时间。此战若败，末将提头来见。又晚了一步，大好的军功，便宜了王明这杀卒。好，不愧是我看中的你。但你以为你的任务只是守城吗？我料他不会猛攻四方城，而是会绕过此地，直接尾随追击我军主力。既如此，末将当如何处置？请主公明示。你的任务是给我死死拖住宋万15日，只要15天，你就是此战最大功臣。得令，末将哪怕拼到最后一兵一卒，也必将宋万阻挡在城下，寸步难行。王明将军，妾身有一事相问。讲。可知追杀而来的主将宋万是什么样的人？此人长得还挺清秀，但作战极其勇猛，能为叶凡打下这5、6万大兵的家底，实力绝对不可小觑啊！果真是他。王明将军，妾身想留下来和将军一起守着四方城。你想留下？这里马上就是9死1生之地，你一个弱女子，将军安准。也罢，既然你有这份心，我便留下你。主公那边我自会去说。谢将军。报！王家家主王海有紧急要事禀报，让他过来。大将军，大喜事！山河城的周家和吴家派人前来，愿为内应，投效大将军。山河城可靠吗？绝对可靠。蛮人入城后烧杀抢掠，周吴2家死伤惨重，与蛮人有血海深仇。他们还带来一个重要情报，说为攻打云姬城，蛮族主力8万大军进出。如今山河城内只剩下三皇子拓跋祥太和麾下1万多老弱兵残，城内人心思变，只待王师。全军听令，立即改道，目标山河城。此地是山河城南下必经的险口，若是能在此设下埋伏，可惜兵力不足，
攻打山河城已是极限，无法再分兵设伏了。10万火急！大将军，四方城大捷！四方城怎么了？是不是陷落了？不是，大将军，四方城安然无恙，而且宋万投降了。什么？宋万因自幼仰慕苏锦小姐，在阵前倒戈投降了。他和他的6万大军皆被王明将军收服。王明将军正率他们赶来与您会合。哈哈哈哈哈！好，真乃天助我也。主公，接下来我们还要不要去打山河城？打，但不是现在这样打。传令给王明，让他不必来此，直接带人去接收山河城，给我大张旗鼓的围城。我要把山河城当作诱饵，在眼前的这座左右峰，为回援的8万蛮族主力准备一场盛大的葬礼。不怕死的来啊！老子今天就算是死在这儿，也绝不让蛮兵前进一步。孙将军，箭士来了，城内粮草还能支撑，青壮妇孺都已动员起来，蛮人暴虐，一旦城破，我等皆是死路一条，倒不如跟他们拼了。苏红，对不住，我之前看清你了。此战过后，你就是我孙祥的兄弟，我定向大将军为你请功。父王，这云姬城久攻不下，不如让儿臣亲自带队冲锋吧。今日必破此城。好。大王，山河城急报，有20万余人大军正在围攻山河城。什么？20万？三皇子已经撑不住了，城墙已破，请大王火速回援。废物，他就是个废物。山河城乃北疆第1雄城，他竟连1天都守不住。大王，山河城是我族南下的根基，再不救就完了。传令，鸣金收兵，全军回援山河城。中计了，是陷阱！放箭！该死的愚人，竟如此狡诈！快冲，给本王冲出去！老三，你个贪生怕死的废物，连山河城都敢丢！我草原从不养废物，如此行径，应当立即斩了才是。父王，大哥，你们可算是来了，我可是等你们等了好久。老三，你这是何意？没什么，我只是想请父王和大哥归天。老三，没想到你竟有了篡逆之心，勾结倭人，你就不怕引狼入室，成为草原的千古罪人吗？什么叫我有了篡逆之心？我明明就是在篡逆。大哥，你这些年在边境走私的商队屡屡被查，你猜是谁告的密？父王，部落其他首领总与你作对，你猜又是谁在用金银收买了他们？是你哪来的钱？是那个渔人女帝。我本来只想等你们和渔人两败俱伤，再坐收渔利，可结果8万草原精锐被渔人小施手段就葬送。你们蛮人果然都是没脑子的蠢材啊！拓跋祥太，你身上也流着蛮族的血，怎能如此辱我们？蛮族？父王，你何尝把我这个你和倭人女子所生留在倭岛上当质子的孩童当做过蛮族？况且你们都该死！你们居然敢在背后随意污蔑、辱骂我心爱的女人！我的女人是大禹女帝，她冰清玉洁，是天上的神女，岂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以肆意亵渎的？所以今天你们都该死！哈哈哈哈哈哈！你笑什么？还不滚下马来领罚！贾氏，将他绑了，拖下来，打断他的腿！嘿嘿嘿嘿，刚才被他唬了，还以为真什么将军，原来是京城出名的那个软蛋！兄弟们，上！杀了他！快杀了他！原来你身后真的没跟着人啊！
没人撑腰，你他妈还敢这么嚣张？任天野，你不过是边军一守将，你要反了不成？就算是那7万王牌赤峰军惹怒了陛下，也是说杀就杀，你算什么东西？赤峰军被杀，怎么回事？勇士们，本王发誓，自今日继位后，将用毕生心血让我族重获荣光。如今北疆任逆势大，请诸位随本王暂避锋芒。诸位放心，只要我们熬过了这些天，到了燕极城，我们就会拥有一切。燕极城？听错了，那可是我们做梦都想去劫掠的黄金之城。可凭我们现在的实力去攻打燕极城，简直是自寻死路。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女帝已把燕极城赐予本王为封地，并在那里为我们准备了大量的马匹、粮草、金银财宝，还有无数大鱼的女人。有金子，有女人！哈哈哈哈哈！现在先随本王子南下，见证我与女帝成婚。届时，整个大鱼都是我们的。夺取大鱼！南下！南下！南下！传令，全军开拔，绕开北疆那些硬骨头，随本王直奔京师。主公，蛮族大军已通过我方防区，速度极快，他们不与北疆州县纠缠，直奔京师而去。前线将士请命，是否出兵阻击？不必，传令下去，按兵不动。放拓跋祥太过激。主公，为何要放虎归山？他不是归山，是去咬人。再说了，人家毕竟女帝陛下的情郎，本将身为大鱼忠良，自然要卖陛下一个面子嘛。等这5万恶狼进了京都，正好替我们把水搅浑。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本将军可不愿意错过。诸位，你们可愿追随本将军，赌一赌这大鱼国运，最终花落何家？我等愿追随主公，万死不辞。孙祥、石虎，你二人各率5万兵马，即刻出发，扫平北疆残敌。3个月内，我要整个北疆固若金汤。末将领命。上士，末将在。此刻蛮族后方空虚，本将给你15000轻骑，3月粮草。你敢不敢效仿冠军侯，千里奔袭，直捣蛮族王庭，让蛮人100年之内不敢难忘？主公，末将赶往，定不辱命。众爱卿，朕的未来夫君，蛮族新王拓跋祥太，不日即将到达京城。此乃我大禹与蛮族和平共处之盛世。陆庆何在？臣在。陆庆中勇可加9掌兵权，为朕之梁柱。今朕封你为骠骑大将军，总揽京城内外所有防务。陛下不可！陆庆此人私心极重，在云集城为一己私欲，致使15万禁军装备尽失。如此之人，怎能担此重任？老匹夫胡说！我那是为我大禹江山永固。若非我当机立断，留下大批装备给人天野部，使其壮大起来，如今整个北京都得落入蛮族恶贼阿史那之手。甚至蛮族千古贤王拓跋祥太殿下，恐怕也早已被那恶王所害，又何来的今日之2族盛世？臣对大禹忠心耿耿，臣叩请陛下圣裁。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好了，此事朕意已决。陆爱卿，日前镇北将军任天朝死在乱军之中，朕知你与他的未婚妻如意小姐请青梅竹马，朕将他转降于你，你可愿意？谢主隆恩，臣一定好好待如月。陛下放心，京城防务包在臣身上。兰儿，祥太，你瘦了。为了你，这些都不算什么。祥太，你一路辛苦，朕已为你备好伏笔，我们这就回城。兰儿，我有些亲卫，需时时刻刻跟在身边，不知能否带1万人进城？这有何难？别说1万亲卫，就算是你带来的大军，全部进城也不是问题。陛下，不可！引1万蛮兵入京，无异于引狼入室。届时若生骚乱，京城危矣，社稷危矣。陛下若答应，老臣今日便血溅当场，以谢先帝。陆将军，拦住他们！有你这等昏君，我大禹何愁不亡也？喜欢吗？这是朕拆了10几座官邸民房，专门为你修筑的府邸。这里离我的皇宫很近。以后我们见面就方便了。兰儿，我很喜欢，只是人太多了，有些吵。听到了吗？全都退下！拓跋公子不喜欢人多。是，陛下。
你呀，就想与我独处，然后好占人家便宜。男人果然都一样，坏蛋，真不理你了。回住玉臣府，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任何人进来，更不许任何人，尤其是陛下出去。是。祥太，我也该回宫了，政务繁忙，我们的大婚也需要我亲自操持。什么？好不容易才相见，你不会这么快就要去找别人吧？祥太，你想什么呢？那些替身只是我对你的思念，我又不曾与他们有什么，你怎么还吃醋？我就是吃醋！你怎么了？玉臣府我已经控制起来了，你带来的人我也杀了。今天、明天、未来，你都必须待在我身边。祥太，你为了让我留下陪你，你怎么可以？婉儿，我要用这个把你捆起来，这样你就能永远待在我身边了。你乖乖戴上好不好？不，错拔祥太，我是大禹的女帝，你不能这样！婉儿，我只是太爱你了，爱一个人能有什么错呢？以后你只能属于我一个人，政务我帮你处理，天下大同我帮你实现，你就永远留在这儿陪着我好不好？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婉儿，你看，我正在帮你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这些政务我都会处理好的，你不用再那么累了。荒唐！这已经1个月了，陛下竟让一个蛮人代批奏折，大禹800年，何曾受过此等奇耻大辱？我们连陛下的面都见不到，奏折上的朱批也都换了字迹，长此以往，只怕国将不国呀！诸位，不能再等了，陛下被囚，国事被蛮人把持，我大禹危在旦夕。依我看，如此陛下已不堪为君，不如我等拥立新君。不行，废帝之举为乱臣所为，我绝不同意。可强攻玉臣府，又恐伤及陛下，这可如何是好？诸位，我有一个办法，我等规劝无用，只因人微言轻。若要破局，需召猛将入京，以雷霆之势威压玉臣府。猛将，京中禁军长于陆庆之手，此人指望不上。至此危机之时，当召北疆任天野率兵入京，清君侧。任天野还拥兵自重，这无疑是引狼入室啊！引狼入室又如何？没有大禹江山，落入异族之手强。没错，如今之举就得用这虎狼之药。大将军，京城宫里来人，送来此物。这是赵任天野率部进京秦王，与亲便宜从事，先斩后奏。女帝的一代诏。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传我军令，点齐10万精兵，随本将军进京，清君侧。陆将军，任天野就要进京了，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报我在云姬城受辱的一箭之仇。小公爷，算了吧。任天野现在奉陛下的一代诏进京秦王，就算你父亲过世，你继承了家里的爵位，你也奈何不了他。狗屁一代诏，谁不知道那是镇国公这帮老家伙搞的鬼？也罢，你要真想给任天野难看，我倒是不信。好，快说来听听。你可忘了，你父亲在世时曾是任天野的一日之师，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妙啊！等此贼子入城之日，一定要让他当着10万大军的面颜面扫地。任天野，见我父亲灵柩在此，还不速速下马跪拜！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先公既为你师，你便是其子，父丧不跪，是为大不孝。任天野，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立即滚下马，在我父亲棺椁前跪拜7天7夜，然后拜我为兄，否则我定叫你身败名裂，为天下人所不齿。好，既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个爹我认了。那你还不快滚下来！不急，小公爷，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公爵府的人，那敢问你爹留下的万贯家财、赫赫兵权，该分多少给我这个新儿子呢？王明，属下在，还不快把我好大哥请回大营？本将军要和他好好聊聊遗产分割问题。走吧，好大哥，咱们算账去。展家的遗产，你敢少交一个子儿，老子今天扒了你的皮！
要我救陛下不是不可，先把龙椅旁那把丞相椅子给本将军擦干净。任将军，你虽然战功彪炳，但丞相之职属文官，且总管军国要务，万万不可轻受。我等保举你为讨贼将军，已是极限。诸位大人，本将军久居北疆，此次入京，为各位带来了一份薄礼，此乃传说中的汗血宝马，极为珍贵。如果诸位大人有兴趣，我一人送你们一匹，如何？任天野，这明明是头驴，你偏说是汗血宝马，你当我们眼睛都瞎了吗？本将军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细细辨认，这是马还是驴？是驴。很好，你竟能将一匹汗血宝马指认为毛女，如此指马为驴，颠倒黑白，简直十恶不赦。来人，拖下去，砍了！冤枉！这就是驴，就算是让我看10000遍，也是驴。很好，又一个耳聋眼花的，也拖下去吧。现在还有谁觉得此乃驴而非马？哈哈哈哈哈！老夫愚钝，险些错过如此神骏，此必是汗血宝马无疑。我等谢丞相赐下此等天马神驹。殿下，城外大营被围，请求支援。放箭！给我追！主公有令，此次断不可留。臣身为陛下心腹，救驾来迟，臣万死。顾晴月，你终于来了，快救朕！陛下，任天野部已在城外动手，绞杀蛮军，玉泉府大乱，正是您逃脱的好时机。你是说，任天野来救朕了？算是吧。陛下，臣替您争取时间，您快逃。顾爱卿，不必了，朕以前看错了人，伤了天野对朕的一片真心。这一次，朕想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既来救我，必已部署周全，我们在此绝不会有危险。陛下，您在说什么胡话呀？鸾儿，你果然负了我！你和任天野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非要离开我不可吗？祥太，我们之间哭过、笑过，也该结束了。从今往后，你我陌路，再不相识。你既然已知晓，我也不瞒你，其实我身边始终并不止你一个人，而我也只是犯了全天下女人都会犯的错而已。祥太，不瞒你说，如今朕心中已有更好人选，咱们相恋一场，别闹得太难看。你速速退去，去找你的良缘，朕也要去找朕的归宿了。更好的人选。好！鸾儿，我说过的，今生今世，我们都要在一起。现身吧，天野，你冲进来救我的样子，一定很帅。陛下！这怎么和朕想的不一样？鸾儿，等我。说什么？怕了吧？赤峰军又如何？陛下圣旨，7万赤峰军一个不留，已全部灭杀。本令此行便是反京复命。赤峰军主帅林毅久斩兵权，心生异志，麾下7万过众，受其蛊惑，屡抗亡命。赤峰军上下一律诛杀，一个不留。忤逆！就凭这些空洞的罪名，7万人全杀！
陛下的旨意就是天理，赤峰君自寻死路，怨不得旁人。萧姑姑，你疯了吗？北疆20万边军，赤峰军可是主力，是大禹的脊梁，杀了他们，谁来抵挡蛮族？这江山不要了！懂什么？那林毅竟敢反对陛下的婚事，屡次上书死谏，阻挠陛下的良缘。他眼里根本没有陛下，这不是谋逆是什么？阻拦陛下的爱情就是死罪。7万人又如何？为了陛下的幸福，我说7万就是70万，该杀也得杀。现在你知道怕了？你敢动我一根头发，就是和陛下作对，这可是诛灭9族的大罪。你的亲朋好友全都得给你赔。这女频世界的逻辑，真是每次都突破我的想象下限。不说别的，光训练这么一支军队，就得花3000多万两银子，全给杀了，离谱，真他妈离谱！现在乖乖让开，本令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爱情，我爱你猫卖麻花情！你这畜生蛮夷，死后还妄想欺辱我大禹女帝，你给我滚！还有脉搏，陛下没死，陛下您挺住，臣这就为您去寻御医，一定要挺住啊！王将军，快！陛下遇袭，命在旦夕，快去找御医！什么？陛下有危险？那可了不得！可是顾大人，您看，眼下蛮人卫青，到处都是刀剑，末将如何能杀出去找御医啊？您且等等，等末将清完这些蛮人，马上就去。还清什么蛮人？那是大禹女帝，不去救陛下，清这些蛮人有何意义？可蛮人挡路啊，不清了，出不去。陛下遇袭，快去找御医！滚一边去！别他妈耽误老子们推进战线！诸位将军，我求各位了，国不可无君，你们救救陛下呀！丞相，陛下被拓跋祥太刺伤，命悬一线，快传御医！什么？拓跋祥太这蛮夷，胆大包天！本丞相这就去斩了他的狗头！他已经自尽了，丞相，求您快救陛下！他已经自尽了。丞相，求您快救陛下！王明，好大的胆子！陛下危在旦夕，你还不快去叫御医？在这等什么呢？给你半个时辰的功夫，本丞相必须见到太医。是。传令下去，给你1炷香的时间，太医必须到。丞相有令，给你1个时辰，御医必须到。是。喂，小子，去传个话，给你1夜时间。让御医务必赶到御臣府。怎么样了？陛下到底如何？若是耽误了救治，本丞相手中的剑可不认人。禀丞相，诸位大人，陛下伤及要害，此刻神魂不醒，全凭一口气吊着。至于何时能醒，甚至能否苏醒，都尚未可知。陛下